各位观众可能看到了，最近我除了讲中国经济以外，也做了几期节目介绍印度、墨西哥、越南等新兴市场的崛起。那今天这期节目，我想讲一讲我们很多人看好的新加坡。首先，我必须强调一点，就是新加坡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新加坡人就算说 Mandarin 说汉语，也不代表他们就算中国人。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太多的中国人普遍受到了大中华沙文主义的洗脑教育啊，总觉得只要你受到了儒家文明影响的这个社会，就必须被中国大一统啊，就必须是中国人。所以他们认为香港跟台湾必须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们必须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甚至认为新加坡人乃至全球华人都是中国人。比如说有中国人就看到了新加坡的街访节目，受访者就提到中国的时候说他们中国人怎么样，然后中国观众就在网上抱怨说听到之后觉得很别扭很难受。可见在中国人眼里，香港、台湾、新加坡这三个非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华人社会，实际上对很多中国人这个接受共产党洗脑教育和统治的中国人会有很大的冲击，会有很大的心结。而新加坡最大的幸运正在于它距离中国很远，所以它不会被中国认定为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固有领土，不会去叫嚣武统。而香港跟台湾就没这么好运了。当然，就算距离远，共产党的手也不是没有伸过来，特别是在冷战时期，要不是李光耀全面倒向西方阵营，坚定的反共，抓捕马列分子，关闭中文学校，新加坡可能连后来的香港的待遇都没有了。李光耀当年支持美国打越战的热情和积极性，甚至都把准备撤军的美国政客吓了一跳。当然，今天这期节目我不是要讲历史啊，我还是想讲一讲现在或者新加坡的建设。只不过曾经李光耀投靠欧美，远离中国，坚定反共，这是新加坡能够有后来的历史基础，所以我不得不提一下。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新加坡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土地极为有限，缺少自然资源，居然能够发展得如此富庶？据统计，新加坡每34个人当中就有一位百万富翁，使得它成为百万富翁密度最高的亚洲国家。连在新加坡送外卖的收入都让其他国家的白领望尘莫及。我看到最新的报道，开摩托车送外卖在新加坡每小时6新币起步，自行车是2到5新币不等。如果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骑摩托车可以月入9000新币，约合人民币4.8万。理论上，你在新加坡送外卖的收入一年可以超过50万人民币。而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衰退，香港没落，大量的外国企业把总部迁往新加坡，富裕阶层、中产阶层也开始涌入新加坡。新加坡人到底多有钱？我觉得除了看他们人均 GDP 人均的可支配收入，我觉得可以从另外一个数据侧面反映出，就是根据非营利组织全球反诈骗联盟发布的2023年报告，在过去这一年，全球诈骗案总共造成了约 1.02 万亿美元的损失。最猖獗的诈骗方式包括线上购物、冒用身份和投资骗局。而在所有的受害者当中，新加坡是全球人均损失最多的国家，平均每个受害者在诈骗当中损失超过4000美元，高于排名第2的瑞士和排名第3的奥地利。你看，连人均被骗金额都已经是全球第1了啊！可见新加坡人多有钱了。那新加坡的发展到底是怎么做到如此成功的呢？我们要从1965年新加坡建国说起。当时新加坡被迫的从马来亚独立出后，李光耀在镜头前还流下了男儿的眼泪啊，这是很经典的一幕。但同时他坚定地说，新加坡一定会活下去。Singapore will survive. 那政府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从私人手中收回了大片土地，用来建造可负担的公共住房。直到今天，住房在新加坡仍然受到严格管控，采用了中央规划和自由市场机制的独特混合，实现了人人都有房子住。新加坡的所得税出了名的低，截止到今年，所得税税率最高是 24%，
这仅适用于年收入超过100万新元的富裕阶层。与此同时呢，政府强制扣除了工资的 20%， 不是用来资助政府的支出，而是投入到了一个大型的公共投资基金当中，用于支付补贴住房的首付。除了这 20% 之外，雇主还会提供额外的 16% 的工资来作为基金的贡献。那这个基金除了住房补贴以外，还用于资助退休和医疗保健。这就意味着新加坡人至少会节省他们收入的 36%， 这已经是美国平均储蓄率的2倍了。那么除了提供足够的福利、人人平等以外，政府还需要做的就是刺激经济，吸引对这个小岛国有意义的产业。在1965年独立之后，新加坡开始了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战略。新加坡积极地寻求外国投资，提供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并且建立了工业园区，包括电子、化工等制造行业。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其他周边的国家拥有更多的人口、资源和土地，但新加坡最大的全球优势是它位于马六甲海峡尖端的地理位置，这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航运通道。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它不可能不把握。所以新加坡最大的产业其实还不是我们熟知的金融，而是世界货船的加油站，它提供一站式的航运需求中心。随着亚洲成为全球低成本外包制造中心，世界各国更加的紧密相互贸易，进入全球化的扩张阶段。新加坡又建立了主要的石油设施，从南太平洋和波斯湾的国家引进石油，并将其销售给经过马六甲海峡这个自然平静的所有船只。鉴于它的地理位置，由于这些原油运输船无论如何都会经过这一区域，所以它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加油站港口，提供的石油价格甚至低于海湾国家本身。到了80年代，政府还专注于教育和技能发展，经济发展局在吸引高科技产业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在这个阶段，新加坡向价值链的上游移动，专注于技术密集型产业、金融服务以及发展区域物流和运输中心。90年代开始，重点又转向了发展知识型经济，强调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研发，金融服务也快速增长，吸引了全球金融机构入驻。完全可以说，新加坡政府在每一个阶段的产业政策，每一步都踩到点上了，都迎合了、适应了整个全球大趋势，也利用了自己的优势。新加坡从蓝领制造行业转向为高技能服务业，得益于政府特别将国家的资金投入到了造船、电子、银行业等新兴领域。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这个曾经一穷二白的英国前殖民地变成了全球最主要的制造业和金融中心。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将新加坡描述为自由市场的成功典范。它税收低、少量资本限制以及自由的移民政策，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地方之一。新加坡的贸易自由，关税很低，非关税的壁垒也很少。新加坡人就自豪地说，在这儿你可以用3个小时之内就创办一家公司。新加坡同时还不断地吸引高技术移民，它的低税率、稳定安全的政府和良好监管的银行体系等诱人因素，都对寻求在亚洲立足的富人和企业特别有吸引力。那么除了这些经济和社会政策以外，当然还有法治的建立，为新加坡提供了高效廉洁的政府，也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公平稳定的环境。李光耀同时还推行了全社会覆盖的精英制度，包括更高的教育标准、更高的绩效标准，能够在不牺牲公平的条件下追求卓越。这些也都是新加坡成功的重要因素。当然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新加坡在尊重各族裔的文化和语言的同时，也在努力打造一个民族国家。他们让不同族裔的人实现了民族认同，认同自己是一个新加坡人，而不是什么中国人、马来人或者是印度人。比方说，新加坡会定期的举办什么爱国活动，推出爱国主题的歌曲，并且全国通用英文。We, the citizens of Singapore, pledge ourselves as one united people, regardless of race, language, or religion, to build a democratic society based on justice and equality, so as to achieve happiness,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for our nation.
如果从西方左派的角度来看，似乎这是一种政治宣传或者是民族主义洗脑教育，但是李光耀认为这是新加坡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经之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他也确实极为成功。刚才说了这么多，咱们举例而言，对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李光耀为了吸引西方资本和技术，他会定期的邀请在新加坡投资的这些外国企业高管来自己的家中做客，好吃好喝招待，全家人一起上来，在饭桌上畅所欲言。李光耀一边倾听他们在新加坡投资市场遇到的情况，为他们答疑解惑，一边记录下来，然后要求政府迅速改善相关政策。另外，李光耀曾经在回忆录里边也提到过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就当时他为了能够让这些欧美和日本企业家到新加坡之后第一印象比较好，他不惜花重金聘请国际园林专家来新加坡搞绿化，特别是从机场到工厂这一路上就必须有茂密的绿植，又让这些企业家感觉良好，所以他们尝试了很多种植物，甚至上千种。如果你这个绿植不够绿，都被排除在外。你想，一个国家从上到下花这么大力气去招商引资，怎么可能没有成效呢？其实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也模仿了新加坡，只不过中国跟新加坡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中共党国体制和新加坡的威权体制有本质差异。另外，中国还承载了一个巨大的帝国负担，我之前讲过它继承了多民族的帝国疆域，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进行不下去，今天终于终结了，不可避免地走向集权化、开倒车，和西方对立冲突加剧。李光耀过去的这些做法，在今天不少自以为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中国人看来，绝对就是趋炎附势、崇洋媚外、奴颜媚骨、亲日舔美、卑躬屈膝、丧权辱国的行径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新加坡都是华人社会，但是他们渐行渐远。而同时，随着习近平的大倒车，每一次中共推出什么国安法或者23条，李显龙都能从睡梦中笑醒，新加坡简直躺赢，以至于有人做出了网络迷因来调侃香港跌倒，新加坡吃饱。总之，我还是很看好新加坡的，特别是觉得它适合中国的富裕阶层定居生活。听说连定居日本的中国网红老高和小莫去年都移民到了新加坡，不仅可以享受更低的税率，还不会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当然，从我个人喜好来说呢，新加坡确实一切都很好，就是面积太小。我曾经在新加坡用了3天时间，基本就逛完了。要说出国的话呢，距离最近的也都是东南亚国家你去哪儿基本上都得坐飞机，不太适合我这种不喜欢坐飞机、喜欢在北美大陆驾车驰骋的人。不过对于那些想要润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者富裕阶层来说，新加坡也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最近就传出被誉为亚洲巴菲特的张磊已经入籍新加坡，他是拥有数百亿美元资产的高瓴资本的创始人，他曾经投资腾讯、京东和美团，是中国最著名、最成功的投资人。连他现在也不断的在削减在中国的投资，移民新加坡。其实在这期节目里边，我也不是想只介绍跟夸耀新加坡，我也想聊聊新加坡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在新冷战的大背景之下所遭遇的挑战。大家想继续听下去呢，那就多多点赞、评论、转发。如果这期节目反响还不错，那我就再做一期关于新加坡的节目。那么如果您是在中国收看这个节目的话，需要翻墙，请慎用 VPN， 因为现在中国公安部在严查翻墙。如果需要用到 VPN 的话，要选择外国大品牌，比如 ExpressVPN， 这都是最高质量、最安全的 VPN。优惠链接我都放在了这个视频下边的说明栏里边，欢迎大家来使用。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欢迎订阅公子审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加入会员，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We the citizens of Singapore